你肯定听说过轮回，人死以后会根据这一生的善恶投生到下一世，做好事，下一世可能投胎成人，甚至出生在好人家；做坏事，下一世可能变成畜生，甚至下地狱。感觉就像宇宙里有一个看不见的会计师，你扶老奶奶过马路，账户加1；你骗人，账户减10。你今天扶了3个老奶奶，宇宙财务部已经给你记账了。这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观念，今天大家已经熟悉到认为从来就是这样的。但问题是，轮回在印度宗教一开始就有的吗？还真不是。在现存最古老的印度宗教文献之一《离句吠陀》里，轮回和业报都还没有出现。那时候的印度人也相信死后世界，但他们想象的并不是我这辈子干了坏事，下一辈子就倒霉，而是人死后就去阎魔的世界，和已经死去的祖先团聚，然后在那里继续生活。没有轮回，没有一世又一世的投胎，也没有后来那套完整的善恶业报系统。那么问题来了，轮回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是谁把死后的天堂一步一步变成生死轮回？又是谁提出你这一辈子做什么会决定你下一辈子是什么？我们把时间拨回2、3千年前，从一群还没有轮回观念的人开始讲起。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至1500年期间，一支自称为雅利安人的畜牧民族从欧亚草原经中亚方向迁徙到了印度次大陆。雅利安人意思就是高贵的人，他们带来了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神、自己的祭祀方式，并与当地已有人口混合。他们把献给神的赞歌、祷文、祭祀仪轨汇编成了4部经典，统称为吠陀。其中最古老、最重要的叫离句吠陀。吠陀宗教的核心是什么？对，祭祀。雅利安人相信宇宙的秩序靠祭祀维系，你只要正确的祭祀火神阿奇尼，火神就会把你的祈愿带到天上；你只要正确的祭祀因陀罗，战神就会保佑你在战斗中获胜。在这个世界观里，人死后去哪儿了？去一个叫阎魔王国的地方，那里的老大就是大家熟知的阎罗王，掌管死亡。注意，最早的阎罗王也就是阎魔，还不是后来那个拿着令牌负责审判亡魂的地府领导，他最初是在天上，更像是死者世界的第1任国王。那阎魔王国是什么样子的呢？那是一个光明的，所有人死后都能去的天堂。在离句吠陀里根本没有提到审判或惩罚有恶行的死者，也没有善行和恶行的差别，那里只是一切逝者的永久安息地。人们在这块光明的地方同自己的祖先团聚，享受宁静和快乐。没有审判，没有地狱，没有因果报应。虽然有死后的世界，但这还不算轮回。业，也就是 karma， 在离句吠陀中已经出现了，但它的意思跟现在的因果业力完全不同，仅仅指祭祀行为。也就是说，决定你死后去哪儿，过得好不好，不是你这辈子做了多少好事，积了多少德，扶多少次老奶奶过马路，而是你祭祀做的对不对。只要你把祭祀做对了，你就能去天堂。但问题来了，如果所有人都能去天堂，那天堂还高贵吗？如果祭祀做的对就能永生，那祭祀做的特别对的人和祭祀做的一般般的人在天堂里的待遇一样吗？于是婆罗门祭司们开始思考了，好，那就再造一个概念，再死。什么是再死？百道梵书里说，如果你有正确的知识或做正确的火祭，死后会得到永生，否则你会重复死亡。古印度祭司原本告诉你，放心，死了以后去天堂，结果后来突然补充了一句，不过天堂也有保质期，你还得再死一次，而且死后还没完，死了还得再死。增值续费服务的历史源远流长，而正是这个看起来有点离谱的概念，是从永恒天堂到轮回转世之间最关键的一步。
为什么？因为他第一次打破了死后就结束了这个幻想，他告诉你，死亡不是一次性的。一旦接受了死亡可以重复这个设定，下一步就顺理成章了。既然能在天堂里再死，那为什么不能再投胎回人间？既然能投胎回人间，那为什么不能反复投胎？但这一步，在吠陀时代还没有跨出去。真正系统的轮回思想，还要再等近千年。时间来到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500年，恒河流域经历了剧烈的社会变革，城市化兴起，铁器普及，商品经济繁荣，新兴刹帝利与吠舍商人阶层崛起。以杀生祭祀、婆罗门至上、血统垄断为核心的婆罗门旧秩序，引发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恒河中下游，尤其是摩羯陀等地区，出现了越来越多离开家庭游方苦行的思想家，自称为沙门。他们走向森林、荒野和社会边缘，通过苦行、禅定、辩论和各种修行方式，寻找一个更根本的问题的答案。为什么有人生来富贵，有人生来贫贱？人为什么会死亡？有没有办法彻底摆脱死亡？其中有一些沙门传统明确拒绝吠陀的最高权威，也不承认婆罗门仅凭出生就拥有宗教特权，代表是耆那教和佛教。与此同时，在婆罗门传统内部，也有人尝试进行思想调整。他们大多仍保留婆罗门或刹帝利身份，并不直接否定吠陀，而是通过重新诠释，把外在的祭祀行为逐渐转向内在的知识、冥想与哲学思辨。这些思考后来被记录在奥义书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奥义书，并不是在同一时期由同一批作者一次性写成的。即使是最早的大森林奥义书和歌者奥义书，也是经过较长时间逐渐编纂、增补而成的复合文本。它们的具体年代仍有争议，部分内容可能与早期佛教、耆那教大致同时，或者更晚。奥义书思想与沙门思潮之间存在复杂而缓慢的相互影响。关于业与轮回的明确结合，究竟是首先在沙门文化中成熟，再影响婆罗门传统，还是双方在交流中共同发展，目前还没定论。大森林奥义书有一段名句，常被用来说明这种转变：依照一个人的业，依照他如何行事的，他就如此转生。行善者转生为善，行恶者转生为恶。书里还有一个著名的比喻，就像一条毛虫爬到一片草叶的尽头，抓住另一片草叶，然后把自己牵引过去。同样，一个人在这一生走到尽头之后，也会依靠某种行为进入另一个身体。在这里，业已经明显不再只是祭祀行为，而开始与个人的行为、道德选择以及未来的再生联系在一起。轮回作为生死不断流转的观念，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这里发生的不是简单的死后世界升级，而是死亡问题发生了变化。原来的婆罗门祭祀关心的是怎么通过正确的仪式获得现世或死后的好处，关心的是我死后去哪里。而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开始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果人死后还会再次出生，那么真正的问题就不再只是死后去哪里，而是为什么我要一次又一次的出生？如何才能从生死中解脱？这两个问题完全不同，而这个不同深刻改变了此后印度思想的走向。沙门运动并非铁板一块，内部有多种流派，其中影响最大、组织最完整的就是后来的耆那教和佛教。在沙门运动的早期代表中，耆那教第23代祖师帕斯瓦纳特占据重要位置。传统记载他早于大雄约250年，是目前被认为较有历史根据的早期沙门导师。按照耆那教传统，帕斯瓦纳特提出了简明而严格的4戒法：不杀生、不妄语、不偷盗、不占有。他强调通过彻底减少对生命的伤害和对财物的执着，来削弱业力的束缚，最终摆脱轮回。他的追随者形成了有组织的僧团，被称为尼干子，意思是无束缚者。也就是在佛陀和大雄之前，在摩羯陀地区已经存在一套成熟的以伦理戒律为核心，以解脱轮回为目标的沙门传统。到了公元前6至5世纪，大雄在帕斯瓦纳特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化了耆那教的教义。
他将4戒扩展为5戒，明确增加了犯刑，即完全禁欲。在耆那教看来，每一个生灵，甚至包括花草、树木、水和火，都有灵魂。灵魂的自然状态本来就是全知的，就是什么都知道，包括你的过去、你的现在，甚至是宇宙的每一个细节等等。如果灵魂什么都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连昨天中午吃了什么都想不起来了，都得翻外卖记录，更别说上辈子是谁了？耆那教怎么解释呢？他们说，不是你的记忆消失了，而是你的灵魂被某种东西屏蔽了。他们认为业力并不是一种抽象的道德分数，而是真实的极其微小的物理颗粒，就像宇宙里一种极其粘稠的灰尘。当你产生欲望、发脾气或者做任何动作的时候，你的灵魂就会变得有粘性，然后就把宇宙里的灰尘给吸过来了。这些业力灰尘一层一层的，把本来发光的全知的灵魂给糊得严严实实，硬生生让你变得无知、沉重，什么都记不起来了。打个比方，你忘记了前世，忘记了之前发生的事情，不是硬盘数据被删除了，而是泥巴把显示屏给糊死了。那怎么把泥巴刮掉呢？耆那教的答案是苦行，极其严苛的禁食，拔掉自己的头发，忍受极寒极热，长期保持一个姿势不动，甚至不呼吸。只有通过极端严格的苦行、非暴力和止息一切造作，这些肉体上的折磨会在体内产生一种灵性的热量，这种高温能够直接把灵魂上的业力灰尘燃烧殆尽，同时阻止新的业继续进入灵魂。灰尘烧光了，屏幕就亮了。随着灰尘剥落，灵魂原有的全知之光透出来，记忆自然就恢复了，最终达到解脱，使灵魂上升至世界之巅，永离轮回。他们还有一项特殊的宗教实践，绝食善终。这听起来很极端，但在他们的业力理论体系里，逻辑很清晰。它并不是简单的想解脱，所以把自己饿死，而是在特定条件下，通过逐渐减少饮食、欲望和身体活动，以平静心态迎接死亡。在耆那教的体系里，关键不是饿死，而是在死亡到来时不再制造新的业力，同时逐渐清除旧的业力。早期耆那教有非常鲜明的特征，对生命的极度尊重，对苦行的高度重视，以及对轮回之苦的深刻厌恶。他们认为，人生真正的问题不是这一世过得好不好，甚至也不只是下一世能不能出生在天堂，而是只要还在出生，就还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一条非常奇怪的思想演化路线。最开始人死了去阎魔的世界，在那里和祖先团聚。后来祭司们开始说天堂也可能会死，于是出现了再死。再后来人们开始意识到，如果死亡可以重复，那么生命是不是也可以重复？于是一个更加可怕的问题出现了，如果我死了以后还会继续出生，那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到了奥义书和沙门时代，业、轮回和解脱逐渐被连接起来，这个问题彻底变成了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人为什么会不断出生？又怎样才能停止出生？耆那教给出的答案非常极端，既然业力会束缚灵魂，那要通过戒律、非暴力和苦行，把这些业力一点一点清除掉。如果你觉得现代健身已经够折磨人了，那你可能还没有见过真正的古印度苦行者，不吃不动，挨乐受冻，甚至连呼吸都嫌太积极。而佛陀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沿着这条路走得非常远，他几乎把当时流行的极端修行方法都亲自试了一遍，但最后他放弃了。问题正在这里，古印度思想家们花了1000多年，终于造出了轮回这间宏大的宇宙监狱。如果佛陀也相信轮回，也相信业，也相信解脱，为什么他最后却不接受耆那教那种把业力烧掉的方法？他究竟发现了什么？而这才真正进入我们熟悉的佛教。下一期我们继续讲轮回和业力的真相。